各位朋友，我们说了中国有一个公知批评豪哥哥的刚买的飞机被打了这个事儿以后呢，好多粉丝给我发私信说，浩哥你告诉我们这个公知是谁呀？我想去骂他，我也想知道啊。这个当时呢，这个凤凰周刊确实没敢把这个公知的名字数上去，结果呢，国内有大 V 挖出来了，原来是中国的那个老公知了，谁呀？叫刘亚东啊，是这个货。5月15号，前科技日报的副总编辑，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首任院长刘亚东发文，恶搞不能逾越边界，对网络恶搞视频刚买的飞机被打了进行了批评。刘亚东批评呢，说是豪哥哥蹭热点，暴露网络时代的民族主义表达失控，会腐蚀国际关系与国民心态。反对这则短视频的并非刘教授一个，有的甚至比他更加过激。比如这位号称在多家主流媒体发文的自媒体这叫啥呀？这个叫策划人周密建议全网封杀讽刺印度坠机的短视频。我一向看不惯网上无底线的短视频内容，也曾专门呼吁过多次。这一敏感时期，我不得不说，中国网友是要娱乐至死吗？今天来探讨一下警惕短视频狂欢背后的文化失范与涉外的敏感问题就这个屌人，号称周密媒体人、时评人、特约评论员，曾在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台湾网主流媒体发布作品这吹牛逼嘛，我没听说过他是吧？好吧，虽然他们有反对的理由但是呢，这些人的反对，网友也可以反对，是吧？那么说蹭热点，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那每一个媒体都是蹭热点，那不报道热点，还报道你们家卧室里边炕头上那点事儿除了你爱看以外，谁看呀？我一向是用这个来回击来我的视频底下找骂的人。媒体都是蹭热点的，你刘亚东们不也是蹭人家豪哥哥的热点吗？对吧？大家呢彼此新闻呢本来就是抓眼球的学问，媒体不是在创造热点的路上，就是在蹭热点的路上了。蹭热点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把这个作为攻击别人的话术，实在是没什么意思，对吧？恶搞了印军，那又怎样呢？印军的飞机空袭一个主权国家时被击落，而是被我们的准盟友使用了中国空战体系击落的，这事儿难道不值得庆祝吗？中国人民站在世界反侵略国家人民的一边，恶搞侵略者何错之有啊？当年的抗日战争，我们恶搞丑化日本侵略者的各种文化作品，那也叫恶搞吗？其次，印度作为极其敌视中国的潜在对手，他的政府官员、官方媒体经常对中国大放厥词，中国人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行吗？去年1月份，印度尼赫鲁大学的知名教授哈皮蒙雅各布在美国的媒体外交事务上刊文，呼吁美国协助印度遏制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去年8月份，印度外长苏杰生在参加印度的经济时报的世界领导人论坛时表示，国际上存在一个普遍的中国问题，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呼吁要搞反华联盟呢。前不久，印度退役的陆军中将在接受电视采访时称，宁愿和中国打仗，也不愿意和巴基斯坦交手，极力贬低中国的军队。这样的国家，就算泥菩萨也会气出3分火气来。但凡一个有爱国情怀的普通中国人，怎么可能像刘亚东们一样平心静气呢？这些刘亚东们其实郭德纲有一句话说的实在，远离那些劝你要大度的人，因为
雷劈他们的时候会连累到你。这个恶搞的短视频风靡全世界，为中国的军事装备碾压北约体系的先进装备的胜利免费打了一条植入广告，难道不好吗？所以这些刘亚东们呀，这些公知啊，你去查查他的历史就知道了。这些公知们印巴冲突的时候他挺印度，俄乌战争的时候他挺乌克兰，以色列轰炸加沙的时候他挺以色列本台有一句名言嘛，支持俄罗斯的不一定都是爱国者，但是支持乌克兰的一定是反贼，所以刘亚东之流一定是中国的反贼现在呢中央电视台都播了说中国的武器击落了阵风，可是呢刘亚东之流不敢批官媒，只敢拿网红博主开刀。说刘亚东何许人也呀？刘亚东这个货呀，大伙一查才知道，这可是一个老反贼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像刚才我说的一样，他就没有一次站队过队伍的。他批评华为，说中国搞不出芯片来，搞芯片比搞原子弹难多了。我记得您曾经说过呀，芯片制造之难难过原子弹这怎么解释跟老百姓用通俗的语言来说明一下。好的，我想这个原子弹当然从这个技术上来讲它当然也有难度实际上呢它更多的呢是一个经济难题。提取1公斤的这个武器级的浓缩铀大概需要这个200吨的这个铀矿那么造一颗普通的这个原子弹呢，大概需要15公斤的这个浓缩铀，那么就要需要3000吨的这个铀矿，天然铀矿。那你有没有这么多铀矿另说，即使有，把它再提纯提出来这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那这听上去已经足够难了，为什么说芯片更难呢？是所以这个芯片呢，这个完全不一样，跟这个造原子弹是吧？芯片呢，它不是一个产品或者一种产业，是吧？它是一个产业链。这个小小的一个芯片，是吧？可能小的像手指盖那么大小，它是全体人类迄今为止这个工业文明的一个集大成者。它涉及到很多很多这个行业，比如机械、电子、冶金、化工、材料等等，涉及太多了这个领域，所以。就拿这个半导体芯片其中这个制造环节所用到的一台设备，大家都知道，拿这个光刻机来说吧，这个做光刻机做的最好的呢是这个荷兰这个 ASML 他做的这个极紫外线的这个光刻机，全球只有他一家能做。那么这个做这个极紫外光的这个光刻机呢，这个是在荷兰制造，但是呢有2000多家厂商给他提供这个零部件这2000多家厂商呢是来自世界各个发达国家，都是顶尖的这个企业我们管它叫这个隐形冠军或者叫这个行业翘楚所以你就看出来说，你假如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建立一个完全本地化的一个产业链它一定是一个国际合作的一个产物，是吧？就像你刚才讲的这样。所以其实你也提到呢，不要用一个举国体制的办法来实现这个芯片的发展这个举国体制是我们中国这个社会主义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种这个制度呈现，它还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不是说不能用举国体制，而是说这个以往的这种举国体制不适合用于发展这个半导体芯片，是吧？为什么呢？你比如说这个举国体制它可以做的事情是在这个路径比较清晰的情况下，比如这个运动员夺金牌，在有一些运动我们国家明明这个并不普及但是在举国体制下呢，可以迅速的提高成绩，甚至夺金牌这个夺金牌可以，是吧？造原子弹也可以，为什么呢？路径比较清晰的情况下，是吧？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原子弹它不是商品，它不存在产业化的问题，也不存在成本的问题。但是芯片不一样，芯片是产品，是吧？芯片你要做出来以后，比如人家做出芯片10美元做出来了，你做出来不要说100美元，你就是20美元，你做出来没用，因为市场不接受，所以这个东西就等于做出来是个垃圾，没有用。
所以我说这个以往的举国体制呢，不能用于这个发展这个芯片，是吧？那么举国体制呢，它要不断的这个随着形势的发展要与时俱进啊，我们要建立新型举国体制。那么新型举国体制的特点，它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啊，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以及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10几年前这个老反贼接受采访的录像，肯定啊，这个老贼的脸现在已经被打的已经肿到后脑勺上去了，是吧？那番话，凡是爱国的群众自豪的，这个老孙子都得出来打击。他不仅说中国做不出芯片来，还连续的批判华为。在2020年的时候这个老孙子说，网上又传自嗨段子，有鼻子有眼，说华为要打造包装设计、制造和封测在内的高端芯片全产业链。我在华为的高管朋友们都还没听说呢。上周六，我在凤凰卫视中文台首播的节目里表达了若干观点，且以为任何国家不可能在每个技术领域都做到世界第一，也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所有的创新难题。荷兰阿斯麦的7纳米制程光刻机就是一个例子。就半导体芯片而言，全球仅有2家的 IDM 企业，英特尔和三星，也使用了大量的外国技术、设备和材料。中国要想生产出完全属于自己的高端芯片，那得先生产出几十家、上百家世界顶尖的相关高科技技术企业，逗笑话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实现有限的目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极力参加国际分工与合作，这才是正道，其他的都是死路一条。好吧，华为是一个高科技企业，对吗？错误的，华为是一个高技术企业。谢谢他们，我懒得批评他们啊。真是把我惊到了，刚无意间刷到这么一个视频。好多的中国网友都惊到了这个老孙子骂华为说科技不等于技术，华为不是高科技企业，是高技术企业好吧。这个刘亚东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还在骂华为，说中国人民大学的最新报告相信遥遥领先的人多数处在社会底层。他说爱国网友都是社会底层，好吧。其实这个老反贼刘亚东他非常可疑，中国的大 V 给他挖出来了，这家伙没准是拿钱的，而且呢这个给美国递刀子的，咱们下一个视频再说，有确凿的证据。各位，就是他骂豪哥哥的，就是他你们要想抽他去，上哪儿抽去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